全部用来陪他。我现在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为什么他不能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2岁，来自河南，攀岩教练；小程25岁，来自江西，银行职员。欢迎老魏啊！谈了多久了？谈了1年多了。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喜欢他是吧？喜欢啊，喜欢。今天为啥来呀？其实我们之前是在江苏苏州，就是一块在一个地方待着然后可能那时候生活还有感情上都比较和睦吧。后来呢，我就因为工作原因调动，然后来北京了。你在北京？对，现在在北京。你呢？我还留在了苏州，因为他也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想去拼搏一个更好的事业。但是他去了北京3个月吧，我觉得他的事业也没有很大的起色，然后我们俩的感情也变了，就他对我的感情也淡了。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和感受呢？就比如他去了北京之后嘛，就10几天之后吧，然后呢就给我打电话，道完晚安之后晚上，然后呢第2天我就发现了他10个小时之前在线，他之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玩游戏的但是呢那天就被我发现了。你是介意他说了谎，还是介意什么？就是介意他违背了他的承诺。他承诺过什么？承诺过再也不玩游戏，要玩的话会跟我讲，也只会跟我玩游戏。我觉得这可能没他说那么严重对，就是那天晚上道晚安之后，可能就想第2天休息了，这会儿也睡不着，就想着就打一会儿吧。但是没想到第2天他看到之后，就生气了，好像他这个很无所谓一样的。但我特别看重这个东西，因为他说了晚安以后他睡不着，起来再玩会儿游戏有啥呢？但是他作为我的承诺，因为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嘛，它也是有瘾的。他之前是好不容易就是不玩了，他以前特别就是那种打游打通宵的那种，整天就是痴迷游戏的那种男孩子，就怕他再次上瘾就也不跟我讲嘛，然后就自己玩。他要跟你讲了，你能怎么着啊？咱们退1万步说，他要跟你讲，你能怎么着？他要是跟我讲，我可以陪他玩他可以跟我玩也许他就是不想跟你玩，想自己玩。那天我的想法就是，他说要晚上要睡觉了，你就好好休息，然后我就用我的方法来释放一下我自己。这只能说明女生对你太在乎。对然后呢，这件事吧也就算了嘛，是吧？然后呢，5一放假嘛，然后我就去北京找他玩，刚好5一是我们1周年的一个周年庆嘛。结果呢，他就没有提前安排好任何事情，他7天他就请了1天假来陪我，也没有说给我安排好出去玩就是给我订故宫，也没有给我抢到票，就是我想玩的地方他都没有订到，然后就带我去了游乐园玩了1天，这也就罢了嘛。所以我也是比较期待晚上说他能给我就是把这个仪式过一过。结果晚上回家了之后呢，什么都没有，就拿出了一看就是为了应付我，去蛋糕店买了一个小蛋糕，然后上面也没有写什么周年快乐什么都没有。那蛋糕不是应付的，我选的时候是选择有寓意的一个蛋糕买回来的。什么蛋糕？它那个就是《冰雪奇缘》里边的一个公主和那个一个小人物嘛，雪宝。那不是买给小朋友的吗？那种小蛋糕。那我想的就是你就是我的公主嘛，我想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想的。你要想做什么公主的，那你在上面写我名字呀，写关于我们俩的东西那个看的就是你蛋糕店卖不掉的那种样品，你给买回来的。而且的话，其实为什么我会关于这个就很生气呢？是因为之前我们是有关于过节以及送礼物这件事情是有过争执的。就是像之前的话，正好我上班，他好不容易就有个休息天，他就跑到上海去玩了，这就罢了嘛。到了晚上我下班了，是不是他就应该过来陪我过这个节？结果呢，我6点钟下班了，给他打电话，他人还在上海。那天休息也是好不容易能休息1天嘛，然后想着出去放松一下自己，然后晚上回来就好好再陪他。那你说你好不容易这样休息1天，然后正好在节日，然后你还不陪我，你跑上海去玩，又是去攀岩，你天天攀不够。节日的时候还要去攀，你白天出去玩这没事儿是吧？白天我上班你也没法陪我，但是你到了我下班的时候，你是不是过来应该跟我去吃个饭、逛个街啥的？我下班连你人都没见着。我能插一句了吗？我弱弱的问一句那个周年庆不是应该2个人共同准备吗？他不准备你也可以准备对你在休假期，他在工作，这天我怎么觉得是应该你准备更合适呢？你做了些什么呢？我跑到北京去找他。不是你跑到北京，你自己来北京玩了，怎么就来找我来了呢？我是去找他的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听不下去，你知道吗？这女生怎么谈了恋爱之后脑子就变傻了呢？她为什么去北京他为了他的事业他是为了他的事业是吧？对，不是因为你们俩要更好的生活是吧？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对，那他为了更好的生活不就得上班吗？对呀，那有啥好抱怨的呢？但是他对我的感情说了不就完了吗？变得对我敷衍了，你知道，因为不是他没变，我听起来就是去年他就这样嘛，去上海玩了嘛，回来也没过成嘛。5月1号好歹确实变了，有进步了。因为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再不就是过年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他就做的特别好，那个时候他会精心为我准备晚餐，给我准备花和礼物，给我惊喜。就是那天之后我知道他懂，他知道怎么才能给到我一个好的仪式感、惊喜。这恋爱谈的挺累的。结果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不给。给啥呀？就是没有。2个人在一起不就最快乐吗？要干嘛呀？那你周年庆你得给啥周年庆啊？你们俩就1个周年啊？对啊，你们俩就1个周年第1个周年的不是很重要吗？这有啥重要的呀？那他刚谈恋爱几十个周年的才是最重要的，那跟第1个周年有啥关系？老夫老妻了。老夫老妻咋了？我说老夫老妻以后的话，这种事情可以平淡一点，是不是？那才不能平淡呢。第1年的话，对啊，那你觉得之后都不能平淡，第1年就应该平淡吗？没听出有什么平淡的吗？你也来了，很浪漫。千里之外跑来了跟他团聚，他在下班之余也买了他认为很有意义的蛋糕买给你了，你们俩在一起，这已经听了很浪漫了，这有啥呀？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说有按照他的想法去给他准备过这种仪式感的东西，然后让他觉得就对我还是有希望。行，我不帮你说话了，帮你说爱不唠，好，接着说，你说。对，然后就是后来因为这件事，他就觉得我对他又没有上心了，
就因为有做好过，然后他就觉得现在又开始敷衍了。行，你懂他就行，我不理解不重要。还有啥？就反正这件事情，这是他我感觉对我情感的一个逐渐的敷衍嘛。然后再就是因为他去北京的话，不是为了他的事业嘛，但是结果呢，他大概5月中的时候跟我讲，他现在做的比较好，然后呢就大概可以有一个提前转正的那样一个机会嘛。然后我当时听了很高兴，结果他到了5月底的时候，我再打电话问他，我问他这件事情落实的怎么样，他说他连问都还没有问老板。这就让我感觉他对他的事业根本就没有在上心，没有在努力。像这种提前转正这种事儿，肯定跟老板面对面的谈，可能才会更好。你在网上跟老板说一句，那老板有其他事儿就把你忽略掉了。所以我就想的就是等老板回来，然后我们俩面对面。你不要总是为老板想呀，你去那边工作是为你自己呀。而且这件事情的话是我提的吗？这件事情不是我提的，是他自己来跟我讲的。然后我就感觉他有这样一个上进心嘛，当时我特别高兴，然后觉得未来可期了。他提早1个月转正，那我就可以提早1个月来北京找他呀。结果呢，到了5月底，你连这件事情做都没有做。那不是后来因为有事办砸了，然后也没告诉你吗？那到最后我自己发现，你会更生气吗？那不是想等到正常转正这事不就过去了？然后就我从苏州来北京之后嘛，然后可能当时我们这个馆里的运营就是不是特别可观，然后可能就是我来之后我们一起努力，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说，哎，你可以跟老板提一下，看你能不能提前转正，因为毕竟这有这么大的一个相对成绩在这儿，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资格。然后我就当时心里想嘛，哎，这主意不错，我就及时跟他反馈了。但是反馈完之后，然后老板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就办砸了，然后我想可能这就会影响他那个印象分了，可能这一说，然后不是现在转正了吗？到下个月就正常转正了，那不就完了吗？那不是这也没啥呀。不是，这些事情是在于他自己这样说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又没有去做。他去北京，我又没有给他这样的压力。我说，哎，你必须要几个月就要转正，你知道多久就要做成什么样子？我有给过你这样的压力吗？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情是你积极跑来告诉我，给了我希望，是不是？然后结果就变成了一个我倒逼你的事情了。这谈恋爱不就谈这个吗？我有好的消息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事儿砸了之后，你应该陪着他一起难过才对，而不是埋怨啊。对，但是他瞒着不告诉我呀。然后到了就是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是很冷飘飘的说一句啊，还没跟老板讲呢。都到了那个时候了，那你不应该问一句说为什么不跟老板讲啊？然后他说我把事弄砸了，就算了，可能我这是老了啊，这老年人才会这么想，年轻人不这么想。就觉得他现在跟我沟通的越来越少了嘛，就像这些事情，明明你可以跟我讲好的呀。我哪敢跟你沟通啊，姑奶奶！我就跟你说我有可能提前转正，然后没转成，你就埋怨我半天，说我把事儿搞砸了不告诉你。我为啥不告诉你啊？我怕呀。所以啊，就是这种情感的转变，你知道吗？原先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以前在我身边的时候对我特别好，什么都听我的，什么都跟我讲。然后现在去了那边，什么都不跟我讲，天天打电话过去都是那个没时间。然后呢，这边要开会，这边要怎么样，这边来了客户。啊，是觉得他冷落你了吗？这是一方面啊，还有逐渐的开始敷衍我。然后呢，主要是最后一个爆发的事情就是，大概在就是我们来之前，因为他每天下班之前都会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到了10点多了，他没有给我发一句消息嘛，然后给他打了个电话过去，结果发现他在酒吧，然后旁边有个女的在喊宝宝。这个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这回事儿。当时就是我们几个教练在馆里，然后就是刚维护完这个环境，然后就是准备出去说，哎，这么晚了，大家一块儿去就是放松一下，顺便聊一下往后该怎么运营。然后我们那行吧，然后我们就聊着过去了，因为那地方离我们的场馆不是很远，就走路2-3分钟就到了。就因为这2-3分钟可能我聊得太投入了，没有提前跟他讲。然后到地儿之后他给我打电话，我第一时间也接起来了。在那个酒吧里可能太吵了，想跟他打电话，他也听不清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出去。然后就出去的过程他就跟我说有人喊我宝宝，那个女的是谁？当时我也就特郁闷，我说这没有的事我怎么知道啊？没有的事儿人家不喊别人喊你呢，那阴阳怪气的感觉就是冲我来的。我都不知道我身边什么时候有人喊我了。你是怎么确定那个女的就是喊他宝宝的？很清晰啊，因为像酒吧那样的环境，然后其他男的他一起的人的声音我都没听见，我听到那个女的声音就冲着电话喊的。而且你也是答应过我不喝酒的。但是我不也跟你说过吗？就如果有特殊情况，就是大家需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的嘛。那你出去做这些事情之前，你有没有想到我要跟我讲呀？那不是出去这路程很短，然后我们聊天聊太投入了，没有及时告诉我。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讲。跟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接起来，也没有说想要去隐藏什么？哎，你觉得你女朋友有变化？我觉得她跟之前来说，现在就可能更容易那种受惊。她找我打电话，可能说打一个电话，我当时在忙没有接到，然后可能就会连着2个3个的靠过来，然后我一接起来，她就会就感觉突然你接到我电话了，变敏感了是吧？对。那你觉得他还像以前那么支持你在北京工作吗？但这个他有说我们来时候他也是挺支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事情他也没有很支持我。就是来北京之后嘛，那个城市就是我认为就是一个挺上进的，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嘛。然后我也有在做一些小视频，就是我平时教学，然后可能会留下一些视频。然后那天呢，我就可能也是一时兴起，然后做了一个小视频，就抛到朋友圈了，配的文案是欢迎来到我的开心世界。因为我认为攀岩在我的世界里还是挺开心的，让我。然后他看到之后，就私聊我一句话，他说：“你是做的什么呀？”我就觉得当时我就兴致就特别开心。给你一点建议，我希望你当然是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嘛。那你那个视频我是觉得有一点尴尬，我觉得你那个慢动作加尴尬了，我也是给你指出具体的一个是不是好的地方。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委婉的来告诉我说你这个视频可以怎么样做会更有提升，会更有观赏性，而不是一句话就把这个心伤得稀碎。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两位年轻人，就是我就是这边觉得他能对我再多一点理解嘛。对，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学习，但可能他就让我就给我的感觉让我太急于求成了。行，我问一下下一步两位有什么打算吗？下一步的话，主要我觉得看他也不是给你多大的压力，要你事业怎么样，我是要的是你对我的感情。
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坚定了。以前你的世界是只有我的，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你还会邀请她来北京吗，小三？我会，因为这姑娘是我喜欢的姑娘嘛。啊，那你这姑娘你把她弄来之后，你能跟她一辈子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我现在就在努力嘛。你努力有啥用啊？她要的是你的努力吗？人家要的是你这人。显然在女生的心里面，可能在苏州更幸福，是吧？没有变化吗？一心一意全是你吗？来了北京之后人变了吗？对不对？所以她现在如果她邀请你去北京的话，你会去吗？现在肯定不会，因为她现在的话，她自己还没稳定下来。她要稳定下来了呢？稳定下来了，那我要看她对我是不是变了呀？照她现在这样子的话，根本没办法过来。那你要求她回苏州吗？我不会要求她回苏州，我是希望她都朝着我们俩一个努力的方向一起。你们俩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是希望她，因为现在攀岩圈的话，我觉得还是一片蓝海。我觉得她是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个天下的，而不是说在苏州就是。这天下是事业上的事儿，你不是投资人，你不要跟她来讲说，哎，小子，这个是个蓝海啊，你只是她的女朋友。女朋友我们也要为了更远的未来看呀。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经济实力，你无论在北京、苏州还是回老家都没有办法立足。我也不是要多大富大贵，是不是？我们好歹是自给自足，以后能照顾小孩，能够供养老人。女生已经是按一个中年人来要求自己了。对，我会想得多。女生的目标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已经开始承担起生活的重任了。在男生的心里，不过还是一个爱情阶段嘛。我是这么看啊，应该怎么办？你听听他们4位老师的意见，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休息天、假日去攀岩，女友还要耿耿于怀，但你也明白，他是一个攀岩教练，他用更多的时间去练自己的事业，我认为没有错。男生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他非常的纯粹，他其实像一张白纸，一目了然。但是你有些确实需要沟通，你很多事情不告诉他，这就如赵传老师说的，他为什么不告诉你？是因为他怕你，你不能成熟的像做一个妈妈的。我知道你年龄比男生大3岁，但这又有什么呢？只要有真爱，年龄和地域都不是问题呀。你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男生说你惊吓，我感受到的是你的焦虑、敏感、多疑，没有安全感。所以更多的女生，你要从自己身上去反思一下，在这段情感当中，你做的对不对？你更多的是耿耿于怀、咄咄逼人。我知道你心中的安全感有些缺失，但你要明白，爱情的安全感是永远无法自我满足的。最好的办法就把安全感的门槛稍稍降低一点，你再去看这个男生，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男生。你不要自己每天在这样的不安全感当中不能自拔，自己把自己的爱情毁了，你明白吗？我其实从女孩的表达当中看到了一种特别浓浓的嫌弃。如果一个人嫌弃另外一个人的话，他做什么都是错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今天的所有的表达当中，只有一句话是她发自内心的。她说：你来到北京，你跟我讲你可以升职，你可以有更好的事业的前景，我看好你的行业是一片蓝海，但是你来到这儿啥成绩也没给我做出来，连转正都没有转正，你这个男生身上让我看不到我想要的任何的未来。所以这个男孩子做的任何事情在你眼里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假如说今天这个男孩子事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然后他在周年庆典这一天的时候带你去游乐场玩了一整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蛋糕，这姑娘肯定会欣喜的发个朋友圈说，你看我男朋友这么忙还陪我玩了一天，并且给我准备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蛋糕。如果他是一个非常事业成功的男人，晚上在跟你说完晚安之后去打了一会儿游戏，你可能也会心里满满的有安慰感，说你看我男朋友想去打游戏还不忘跟我说晚安。所以我觉得人和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就是同样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看待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虽然你们两个人只差了3岁啊，但我能感受到女孩已经25岁了，就是谈婚论嫁过日子，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阶段了。她的身边所有的朋友可能聊的都是这个话题，但这个男生22岁，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玩，是吧？我为什么选择什么攀岩教练？这是我的爱好，我就是喜欢。你们两个人现在对生活的思路啊、规划真的不在一个频道上，真的建议女孩子去反思一下，想想自己所在的阶段，自己想要什么，找准爱情的定位，找准自己人生的定位，我觉得挺重要的。谢谢苏老师。男生问你一个问题，他想谈恋爱还是想结婚？他有跟我提过诉求，说往婚姻方面走。他想几年后结婚？1年左右吧。你想几年以后结婚？我可能还再需要个2年吧。你们两个人方向完全不一样。你男朋友口中的攀岩是我的爱好，爱好随时可以要，爱好不一定要收入的。但攀岩对于你来讲是什么？是你们未来家里吃饭的碗。做短视频是干嘛？玩，我要的是玩，开心就好了。我没有想过像你们所谓的做短视频是要赚钱的。他的生活现在还在玩的阶段，他没有想过踏踏实实要稳定下来，跟你一样想的未来结婚。所以女孩，你想明白，我想找一个男人依靠，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是找一个要跟你结婚的男人依靠，而不是一个天天像风一样在空中飘的男人依靠，依靠不了的。如果你也跟他一样，你没有想过要结婚，你真的是想慢慢的看着他成长，陪伴他成长，那你就收起你那颗想要安放到家里的心，你就踏踏实实跟他玩在一起就好了。爱的时候吧，不知道该怎么爱；不爱的时候吧，不知道自己不爱。
在一个名叫爱的枷锁里面不能自拔，也不得自由，这就是你们现在的现状。我跟你讲一点更加残酷真实的东西，你知道他为什么去北京？他潜意识要躲开你，你知道为什么要躲开你？很简单，你认为过得最好的那一段爱情，他对你百依百顺，什么都听你的爱情，他过不下去，所以他要走，这就是问题。我再问你，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躲着你？为什么那么怕你？为什么要离开？因为曾经像你这样的一个那么可爱的姑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觉得你对他那个爱不是变质的爱吗？所谓的那个爱，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啪一个电话打过去说，哎呀，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这男生说我最近过得不太好，怎么不好了？我本来要转正的，现在我犯了个错，转不了正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你骗我。一个爱他的人怎么会这么个第一反应呢？一个爱他的人第一反应一定是啊，你犯了什么错呀？要不要紧呀？那你现在能不能过下去呀？老板如果对你不好的话，我们换工作也可以呀。一定是这么说的，一定是心疼他，你知道吗？但你不是，你的第一反应是你骗我，这是爱吗？扪心自问，你觉得百依百顺，什么都听我的，一切都为我，那些东西都是不对的。姑娘，为什么我老说你啊？不是说你在爱情上真的犯了多大错，我挺心疼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生活里面是没有愉悦感来源的，你唯一的愉悦感来源就是谈恋爱，这是不对的。你绷得太紧了，老是觉得是你承诺了我一件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一座山一样，它是过不去的。你要允许一个人失败吗？你要允许一个人有他的愉悦感的来源吗？你要允许一个人把爱情这个东西放一放吗？你为什么要绷得那么紧呢？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没有愉悦感，那你生活里剩下什么？压力、焦虑，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所有东西都是负面的。唯有愉悦感是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愉悦感的来源，只有建立了这个东西，我们的内心才可以变得健康，否则我们的内心迟早是要被压垮的。姑娘，你活得太累了，可能你们需要的是冷静冷静，就这样。不确定性加无力感等于焦虑，其实真相已经摆在眼前了嘛。就是这段爱情已经过了它最新鲜的追逐期，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平静期，在这个阶段就是一个死水微澜的状态。双方除了这段感情之外，还有陆琪老师说的其他的东西。他有正常的社交，有正常的游戏，有他的爱好，他想得很清楚。你不行啊，你的世界就有他。如果你有正常的社交，如果你社交圈子里面不是那些准备结婚或者已经结婚的那些小姐妹，你也没有这么大的焦虑。所以正确的面对嘛，考虑清楚，大胆的说，一起进入真情60分。就是刚才听过嘉宾还有主持人的意见之后呢，我知道自己可能哪一方面还需要再去提升，然后自己对你可能也有所保留，都没有像之前一样对你表达那么清楚，是存在那个害怕的因素在里面。如果说你对我能再多一点理解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我首先想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其实我一方面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是我一方面还是为我自己，因为这个年龄的话确实有一点焦虑了，对不起，把我的压力也加给你了。行，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开门。行，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情侣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谢谢两位，放松的好好的去谈你们的恋爱啊！请回，请回，谢谢主持人，请回，谢谢嘉宾。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4年了，以前的他特别善解人意，可自从他